及杀手蹲点仇家时，忽然发现郊外的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怪异的黑点。Fuck is that? 等黑点靠近，这才看清是一架无人机。可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 Fuck! Get up, right? Go! 两人这才明白掉进了仇家设下的陷阱。戴夫也顾不上身上的枪伤，赶紧就和老雷躲到了车身后方，却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降临。因为此刻老雷看见一辆 SUV 正朝着他们飞速冲来。 Go! Go! 来不及多做思考，两人赶紧就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很显然，他们的仇家是有预谋而来。老雷一个原地甩尾，调转车头，试图先逃离这里，再想办法。可对方却死死咬着不放，势必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面对仇家的疯狂追杀，老雷也把车速飙到了极限。可即使如此，仇家还是追了上来。没办法，坐在后座的戴夫只好仓促反击，但小口径手枪毕竟威力有限。老雷见情况不妙，赶紧让他取出后备箱里的冲锋枪与其对战。没想到对方的火力实在太猛，在被压制的同时，还直接把车胎给打爆了。老雷的座驾瞬间失控，接着就像陀螺一样翻滚飞出了道路。眼看着杀手的车辆正在一步步逼近，老雷想要反击，连忙推开变形的车门，接着一股脑冲向后备箱，翻找武器装备。可翻了半天，他沮丧地发现，那个装满枪支弹药的背包居然在刚才翻车的过程中被甩飞到马路中央去了。无计可施的他，只得先把戴夫手里的枪抢过来。两人互相配合掩护着，狼狈地逃到了后方的集装箱区域，暂避锋芒。此刻的戴夫因为之前身中一弹，再加上刚经历了激烈的车祸撞击，伤口已经止不住地往外涌血。老雷为了保全这位愿意无条件陪自己赴汤蹈火的铁哥们，他拼尽全力扶着对方一起闯进了眼前这座早已废弃多时的房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我们继续中间人先生第8期。此时拿到纱布的老雷骇然发现，戴夫失血过多，呼吸已经变得极其微弱。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颤抖着向老雷托付了几句遗言，随后便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 How'd you bloody die me, mate? 此刻门外的3个杀手还不清楚，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头被彻底激怒的野兽。只见领头戴帽子的男人打了个手势，指挥同伙们分散搜寻老雷的下落。可刚踏进屋内，那个领头的就猛然瞧见了戴夫的遗体。察觉到危险的他如履薄冰，谨慎地向前探查。谁知老雷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只听屋里猛然爆发出一声巨响。 仅存的一名杀手目睹这个场面后，撒腿就往外狂奔。老雷自然不会轻易饶过他，他紧追其后展开追击。谁料这家伙为了保命，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眨眼功夫就窜回了他们的座驾。眼看对方的车辆失去控制，老雷毫不迟疑地立刻追了上去。可他万万没料到，这家伙的命竟如此硬，居然还吊着一口气没断。到了夜晚，老雷的前老板弗雷迪正在家里悠哉地品着美酒。然而，当他转身回到房间时， Christ, you scared the fucking shit out of me. 看到老雷竟然还活着站在眼前，弗雷迪这才醒悟过来事态有多严重。原来早在1周之前，老雷为了替弗雷迪拖延债务危机，特意前往了赌场大佬的豪宅跟对方进行谈判。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事情结束后，弗雷迪竟然以报恩为名，塞给了他一张写着老雷仇人地址的小纸条。两人交情深厚，老雷自然毫无防备之心。正因如此，才导致他和戴夫一同落入了圈套。而且更加离谱的是，策划暗杀他的人竟然就是那个害死佐伊的老板。虽然事后他凭借自己的本领成功脱险，但戴夫却像一株枯萎的野草般，永远倒在了那片废墟里。如今回到城里的他，自然而然地找上了弗雷迪，讨个说法。毕竟曾经共事过那么多年，弗雷迪当然清楚老雷掌握着怎样惊人的能力。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老雷竟然只是抿了一口他家的酒，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 Right, I'm so sorry. 若干年之后，老雷回到了家乡小镇，当起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他早已厌倦了外界的血雨腥风，只想在自己新购置的房车里安度晚年。可没成想，这天夜里拉客时，早就金盆洗手的老雷却碰上了2个故意挑衅的地痞流氓。
对方以旅途无聊为借口，不停地胡乱调弄老雷车里的收音机，刺耳的杂音让本来就心情烦躁的老雷忍不住训斥了他们几句。可没料到这两个家伙不仅没有收敛，甚至还敢出言恐吓老雷。 Pretty spooky out here, right, Dale? It's dark as. Someone might die out here tonight. What do you reckon, Dale? Yeah. Maybe, eh? 对此，老雷只是淡然一笑。